今天开启了泰国的海岛之旅，第一站选择了苏梅岛。苏梅岛是享誉世界的一个旅游海岛，尤其受到欧美人的喜欢。不过近些年来，苏梅岛的中国游客也越来越多，大部分都是坐飞机过来。今天介绍一个车船联运的方法，可以说既便宜又好玩。昨天从素可泰回到曼谷，准备从曼谷去苏梅岛，住在了大皇宫附近。昨天还尝试了第一次户外直播，行走在曼谷街头。可能接下来会有更多的机会为大家做国外户外旅行的直播。提前一天购买了曼谷前往苏梅岛的车船联运票，就是在考山路这条街上购买的。相比曼谷飞普吉岛的机票，去苏梅岛的价格就贵很多。其实去苏梅岛还有另一种不错的选择，车船联运，而且价格更加便宜。因为车船联运的这个线路有很多海岛，所以备受很多欧美背包客的喜欢。晚上8点半在这里集合。这行李根据不同颜色，在不同的岛上，粉色的都是去。车船联运的方式在当地非常的成熟，你只要听从指挥就行了。这里的工作人员非常的机灵。现在大家根据不同的颜色在路口等大巴，目测90%以上都是欧美游客。其实这么多欧美游客坐车船联运，倒不是为了穷游省钱，而是去一些海岛坐这种车船联运更方便。有这个车牌，它根据颜色、它号码来安排。不同的岛都有不同的颜色，它不同的号。10点钟准备上大巴出发。从晚上10点到早上5点，这7个小时要在大巴上度过。不过大巴的座椅可以基本放平躺，车上有空调，也会发一个毛毯。10点钟开车，很快就关灯了。本以为我很难入睡，没想到竟然稀里糊涂的睡着了。被吵醒的时候，原来是汽车在中途休息一下，可以吃点夜宵。中途到了停车点，可以吃饭。现在是夜里2点，这地方吃的还不错。感觉中途休息主要是为了让司机休息一下，吃点东西。20分钟继续出发。又睡了一觉，醒来已经到了码头。这里是春蓬码头，将从这里坐船前往几个海岛。大家在码头的躺椅和椅子上休息了1个半小时，6点半，天亮了。这就是春蓬码头，还能看一下日出。开始登船了。这个船有3层，顶层是甲板。远处正好日出。这个车船联运时间确实长一些，不过就当作坐船进行海上旅行吧。更多的人都选择了在3层甲板看风景。7点钟开船。迎着朝霞出发。甲板上并不冷，就是有点风。看看这满船的都是欧美人，难以想象这是在亚洲旅行。
船行的时间正好在白天，所以一路上风景非常美。如果不想在甲板上吹风，也可以到下面来坐。我竟然又睡了一会儿，醒来后已经到了南园岛。南园岛算是苏梅岛的离岛，和涛岛挨着，但离苏梅岛比较远，估计要2-3个小时的船行时间。很多年前来过南园岛，还在岛上住过。记得以前住是很贵的，没想到现在这个岛上的小木屋才300多。南园岛实际有2个小岛，中间有一个沙滩连接，就是远处的那条白线。登上旁边的小山，看这里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。岛周围有很多巨大的礁石，要不是第一晚订了苏梅岛的酒店，真想在这里下船住这里。而且船上竟然没有一个游客下船，船上的游客大部分都选择了住在旁边的涛岛上。船在这里停了10几分钟，主要是卸货。这里的海水非常清澈，浮潜效果特别好。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南园岛确实很美。开船了，前往涛岛。涛岛其实跟南园岛就挨着，只是码头建得比较远。这个南园岛除了住宿，也有1日游。上岛有上岛费200泰铢，合人民币40。大部分人来南园岛都是来浮潜的。现在前往涛岛。这个南园岛如果从空中俯拍，一定是非常美。这里海水的颜色是偏蓝色。右边其实就是涛岛，只是涛岛的码头不在这边上。10多分钟，船就到了涛岛的码头。这一站下的人是相当多，几乎下光了。因为来涛岛是坐这个车船联运最便捷的，如果坐飞机去苏梅岛，还要往回返，同样坐2个多小时的船。相比苏梅岛，涛岛更加小众，但面积也很小。这里也是浮潜的好地方，很多从苏梅岛出发的1日游也是在这周边浮潜。几乎下去了90%的游客。这个游客还向我摆手。基本上做这个车船联运的欧美人，基本都直接到这个涛岛。因为上下的人太多，加上行李搬来搬去的，所以在这里停留了将近20分钟。海面上停着各种各样的小船。这是另外一艘小一点的游船，估计是前往其他地方的。已经可以多少感觉到这边美丽的海岛风光了。上来了一波新的游客，这些游客感觉更加放松大胆。船继续前行，前往下一个地方帕岸岛。这几个岛连成一条线，顺着走。帕岸岛离苏梅岛相对比较近，所以从涛岛到帕岸岛还要开将近2个小时。今天海面比较平静，没什么风浪，没有看见有晕船的。天边大朵大朵的白云。
现在到了帕岸岛。帕岸岛也是世界闻名的海岛，因为这里有一个全世界非常知名的满月 Party。每到满月 Party 的时候，来自全球的年轻人蜂拥进入海岛，彻夜狂欢。为了满足游客的狂欢需求，这里又开发了半月岛，这个月的14号就有半月节。帕岸岛离苏梅岛也就20分钟的船程时间，所以很多苏梅岛的人都会蜂拥而去帕岸岛。我也曾参加过一次这里的满月节，是一个非常大的电音狂欢节，真的是彻夜狂欢，岛上根本就没有地方住，有些返回的游船安排在了凌晨4、5点。我也在考虑有没有精力去这次14号的半月节。现在船离开了帕岸岛，前往苏梅岛。苏梅岛也是这次车船联运的终点。苏梅岛其实算是泰国第3大海岛，相比普吉岛，这里交通不算方便，另外整个消费也比较贵，但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还是受到了很多旅游者的推崇。前面看到的就是苏梅岛了。此时已是中午的12点，整个船行时间5个小时。苏梅岛有很多码头，从曼谷过来的车船联运停靠的是湄南码头。这种车船联运还可以去很多地方，也可以从苏梅岛车船联运到普吉岛或者去甲米，甚至还有去华欣的，基本上价格都是200多，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，又可以看海上的风光。现在准备下船了。这个码头只走几个航线，所以如果去普吉岛、甲米的都不是在这个码头。湄南码头这边的海滩也算是比较漂亮的，湄南海滩。这边比较好的是可以看到日落。看一眼码头旁边的海滩，这算是苏梅岛的第一印象。第一眼的苏梅岛。苏梅岛有5个比较著名的海滩。从这个码头去往5个海滩的任何酒店，都可以坐这里的摆渡车，票价是统一的，150泰铢和30人民币，还是非常值的。终于到达了苏梅岛，开启苏梅岛之旅。